听明谷说，你要选一个弟子给我。我会做羊肉，我会八是啊。我会做牛肉。哎，我会做鱼。下一位，你会做什么菜？让他们都撤了吧，没一个跟过好的。好，记下了。依我看，你就很不错。可你实在没有必要跟我学，我们两个有一个会就可以了。尼古，姑姑，太子殿下要哪一个？他一个也没看上，让他们都散了吧。这就撤了？嗯。散了吧，散了吧。好吧，走吧。那我带小天孙去划船了。走，来。芊芊，陪我去散散步。你这般皮兰，一塘花都是自生自灭，却也能养出天然雕饰的形状，丝毫不比天宫瑶池的差，真是难得。哪里？我这是壶野池子，怎跟你的瑶池比？你们的瑶池数万年来被仙人凡人写了数千首酸诗，被千万人赞叹。你想去看吗？看什么？九重天，瑶池。啊，有机会吧。按芊芊你所说的，你从未去过天宫，难道不好奇吗？这四海八荒我没去过的地方多了，若是处处都好奇的话，我岂不累死？你看那昆仑虚也是四海闻名，我不是也照样没去吗？哦，你很仰慕昆仑虚吗？坏了，我没事提什么昆仑虚啊？米谷呢？米谷在洞口设置了仙障，怕是有人误闯了。姑姑，这么快就拿着扇子来了，看来是想清楚了。那姑姑的意思是？请他进来吧。是。姑姑怎么说？姑姑说，让你进去。少卿，我若是你，根本就不会来见姑姑。最后一次，此事过后，少轩绝不踏入青丘半步。姑姑，姑姑，你带着阿离先去玩吧。小天下，来。你既来找我，一定已经想清楚，问我要什么。夜华君不是外人，你说吧。姑姑，可不可以救救我的孩儿元真？救你的孩儿？前几日天君寿诞，君上带元真备了贺礼，前往九重天去给天君贺寿。谁曾想，夜里元真误闯了洗梧宫，险些调戏了洗梧宫的素锦侧妃。调戏了素锦？
能做太子的果然不是一般人，戴绿帽子也戴得很欢快嘛。可元贞却在最后关头刹住了脚，但是却惊动了天君。天君震怒异常，立即着捆仙索捆了元贞，并下旨命他向凡历劫60年，60年后方可重列仙本。这调戏未遂来说，这处罚确实重了些。元贞是一个善心的好孩子，走在路上连蚂蚁都不舍得踩死一只，恳请姑姑去救他一命吧。可是，他毕竟调戏了夜华君的侧妃。不必做我的人情。元贞那回事，我也觉得判得重了些。他调戏的可是你的侧妃。我没有侧妃。既然太子殿下也觉得判了重了，恳请姑姑下凡救他一命。他不过是下凡历个劫，60年后又能重回仙班，何来救他一命？因为绍兴已经打听到，在元贞18岁时，会有一个大劫。这个大劫会苦他一世。绍兴不忍心看着他这样备受煎熬，所以恳请姑姑帮他把这劫数度化了，让他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生。所以，你来找我，是为了帮你儿子渡劫？是。绍兴不敢求姑姑去求情免了这罪责，只求姑姑悄悄的帮一帮元贞。你这件事情来拜托我，托的倒是很有头脑。你知道，就算是我改了元贞的气运，天君也不会同我计较，是吧？绍兴知道，这4海8荒之内，只有姑姑能做这件事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件事情我替你做了，但是事成之后，你我主仆情分就算是尽了。你与我青丘白浅，再无任何瓜葛。绍兴，谢姑姑成全。怎么了？又被那些小神仙欺负了？他们都笑我是小八蛇，不配在狐狸洞伺候青丘女君。你也太没出息了！小时候谁敢欺负我，我就把他打得连家门都不认识。这个呢叫破云扇，是天宫灵宝天尊送我的，送给你。灵宝天尊送的，太贵重了，绍兴不能收。你就收下吧。你跟我在一起这么久，什么法器也没送过你。这个扇子可厉害了，以后谁敢欺负你，你就用这扇子将他扇出青丘。这把扇子这么厉害吗？嗯，送给你了。谢谢姑姑。姑姑方才为何说绍兴将此事托付给你，还托付得很有头脑？
偷听了？我是想听听，这个不顾主仆情谊，害我姑姑沦为四海笑话的人，又是怎样厚着脸皮来求姑姑的？九重天上呢，是个神仙，都有篡改凡人气运的本事。但是天族有规矩在那儿，就算有这个本事，也毫无用武之地。天族欠我们白家的债有1箩筐了，1分也没有兑还。有我出面讨几分薄利，天君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，将这桩小事囫囵了。所以啊，此事由我出面最好。这个小八蛇，可真是机关算尽了。哼，他呀，聪明一点也好，在北海也不至于被欺负。此事简单，办完了，也算跟他断个干净。哎呀，看来我要到东华帝君座下司命星君那里走一趟了，看看那元贞18岁立的是什么节，哪个时辰哪个日子，如何应到人身上。司命星君脾气古怪，他手上那个气运簿子，连天君都不能借来看一看。你若想从他那里下手，怕会有些困难。那该怎么办呀？所幸，东华帝君的司命星君欠我人情。若是我去替你要，会有些方便。真的？你可以帮我要到吗？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去凡间时，将自己的法力封了。封印法力？修改气运本就是逆天的事，你用多少法力去修改气运，就会有多少法力反噬到你身上。天晴，你虽是上神，但被这么反噬几次也十分严重。万一到时我们继任天君天后之位，那该怎么办？继任天后？你忘了，你迟早有一天要嫁入西游宫的。继任天君天后之位，必受81道荒火，9道天雷。若你再被法力反噬，我怕你会保不住性命。哦，好，我答应你就是了。不过，你我尚未成亲，若你近日要继任天君的话，我可是来不及嫁你的，也就谈不上81道荒火，9道天雷了。怎么，我说的有何不妥？芊芊，你可是在怪我没有早日向你提亲吗？若在300年前我便娶了你，就没有今日这个担心了。我也就是随口一说。我看现在天色已不早了，夜华君不如早日帮我把这事办了，我好去替那元贞渡劫。太子殿下怎会想到看元贞的运簿？白浅上神答应二叔的小妾，要助元贞渡劫。姑姑还真是宅心仁厚啊，一点都不计较那小八蛇在300年前抢走了二殿下。那我给殿下讲讲这元贞在凡间的事吧。元贞托生托到了一个帝王家，姓宋，叫做宋元贞。12岁上封了太子，如今快长到18岁了，结束将至。元贞在凡间的母亲是个贵妃，生下元贞之后，便带着她入了道观，出了家。16岁时，才让元贞的师傅将他送回了宫中。而这元贞的师傅，就是北海水君桑吉送去凡间看护他的一个婢女。婢女，所以二叔还是偷偷派了个人去看护她。正是。依小仙看，
姑姑若不想打乱气运，就要替代这个师傅，先留在元贞身边。也只有这个法子了。至于如何渡劫，还需从长计议。多谢。太子殿下言重了。当初是殿下您看在东华帝君的面子上，才原谅了白凤九偷走劫魄灯的事。今日就算我替帝君还了这个人情，只是殿下要记得提醒姑姑，到了那人间，一定要封了自己的法力，否则，本君明白。你说那只九尾狐要去凡间帮元贞渡劫？君上和星君确实是这么说的。他们还说要白浅一定要在凡间封印自己的法力。妙清妹妹，我可能也要让你去一趟凡间了。我？按理说我是姐姐，这种冒险的事本该我亲自去。可是我身为君上的侧妃，一举一动皆在众人的眼皮底下，实在是不敢妄动。但是妹妹你，就方便多了。不知姐姐让我去凡间做什么呢？早先一直听你说这册子如何贵重稀罕，我还以为卖你的面子也只能讨回一个小钞，没想到连原物都讨回来了。看看吧，司命这气运，写得很是让人唏嘘。这司命君不去写几个戏本，真的是屈才了。6月初1，皇帝出游处女村，太子元贞也会同行。到时会在河上出现一只大鹏鸟，将众人吓得惊慌失措。岸上一个美人意外落水，元贞就会跳下水去救人。所以这个劫是美人劫。元贞和那位美人在水中双双看对眼，只可惜皇帝也瞧上了那位女子，就带回宫中宠幸了。这皇帝还真是多情啊！元贞不甘心失去一生所爱，就在某夜醉酒之后，和那美人曲径通幽。不久之后，美人就生下了一个皇子。所以，元贞是给他在凡间的老爹戴了顶绿帽子。没错，那名皇子自然就是元贞的儿子，但他自己不清楚。10多年之后，皇帝病入膏肓，皇子和元贞争夺太子之位。最后死在了元贞的剑下，这个噩耗传入了美人的耳中，上吊自尽。死之前留下了一封书信，告诉元贞事情的真相。元贞读后悲痛欲绝，也欲抹了脖子。可无奈，当时皇朝只留下他一个男丁，他只好忍痛坐上了龙座。这么一坐，就坐到了60岁寿终正寝，疾苦一生。如此跌宕起伏的命运。元贞这一生还真是个传奇啊！如此说来，他18岁见到落水美人，是他关键的转折点。他只要不救那个美人，这一生就能顺顺当当的。不错。看来我要去凡间住个半年了，等到6月初1，去阻止他救这个美人。我已经为你安排妥当，你到了凡间之后，就会由元贞的道姑师傅引荐入宫，做元贞的新师傅。
我要做道姑。不错。师姐，师妹，太子殿下，贫道与你的缘分已了了，也该离去了。师父，只是，身为殿下的师父，如此贸然的离去，终归对不起殿下。幸好贫道的同门师姐，云游四方，途经此处，贫道托师姐带贫道来看护殿下。师姐几百年不曾出师门了，此番能与元真殿下结一趟师徒的缘分，与殿下也算是善福。可是元真舍不得师父啊。缘来缘去，都由不得你我呀，殿下。元真明白。可是，多谢道长，这几年对元真的看护。贵妃娘娘客气了，快来见过贫道的师姐吧。元真，快，拜见道长。道长，不错，不错。道长的意思是，贫道一眼就看出，太子殿下乃是九重天位列仙班的神仙。因犯了错事，才下凡历劫。那经过劫难，我儿还能重列仙班吗？如贫道点化得当，太子殿下又一心向道，我相信重回仙班并不是难事。快叫师傅！哦，师父。师父，您若是不嫌，日后便住在此处了。不错，你今日先回吧，明日再来与为师学道。是。这才正月初一，真是足足要住上半年，才能到舒玉川美人落水的日子。不过也好，能体会体会凡间皇家是如何过日子的。君上，臣等近日追查异界的事，遇到了很多异界的人，乔装到各地寻找司音上仙。手中均带着这幅画，听闻这幅画正本是义军黎靖亲手所绘，其余的全是副本。方才16师弟还来消息，今日义军上了昆仑虚，说是撞见了司音，特地去昆仑虚查看司音是否回了师门。我寻17师弟寻了7万年都没有线索，怎么叫他给撞见了？分明又是祸国。天风上仙，这画卷上面的人，可真是司音上仙？不错，正是我17师弟。你方才说黎靖义军与司音上仙见过？对，是黎靖对我师弟紫兰说的。可又说在何处？东海北岸。东海北岸，果然是东海。昆仑虚座下17弟子司音，与墨渊仙体一同失踪了7万年，这是天族最大的悬案。没想到，芊芊，你便是那个司音上仙。殿下可是有什么线索？没有，我只是听闻过司音上仙的事情。见到此画卷，一时想到了7万年前的大战。你们先退下吧。
是。为何要带走墨渊的仙体？为何要消失？连师兄弟们都避而不见。芊芊，若我问你这些，你会如实相告吗？不如那美人落水的时候，我去将她救了。不可不可，万一那美人看上我了，岂不更麻烦？芊芊，几日不见，我想你想的可厉害。你可想我？此番我来是要告诉你一桩大事。你可知元贞在这一世的爹是谁托的生？莫非还是你爷爷不成？虽不至于是我爷爷，却也差不多。那东华子府邵阳君，东华帝君，莫非小九？我先去关窗。你睡外边还是睡里面？我还是睡地上吧。芊芊，今夜不管你睡地上还是睡床上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若你还有点法力在的话，或许能跟我打个2败俱伤。但你法力不是被我封了吗？又或许你是半推半就。夜华君，你说笑了，我这不是怕床太小怠慢你吗？我习惯睡外侧。话说，这凡间真的有大鹏鸟啊？那大鹏鸟是从佛祖跟前借的。我二叔和司命之间有些过节，司命这次可是下了血本。想不到，这司命竟然如此记仇。他好不容易安排一出大戏，让我给搅和了，他不得记恨我啊？芊芊，你不用担心，左右他还欠我一个大人情。你想不想我抱着你睡？果然，知道你睡觉不老实，才说抱着你睡的。床太小了。是，这床为实太小了。芊芊，你可识得那四阴神君？我听过，但没见过。
不是听说他跟墨渊上神一同归隐了吗？原以为你会知道的更多些。不知道。今日那义军离境，画了一幅司阴神君的丹青，并私下寻找他的行踪。这丹青辗转到了我的手上，猛地一看，像极了女扮男装的你。应该是巧合吧。天色不早了，快睡吧。三殿下，你也去蟠桃会吗？失礼，失礼。今日不知为何屡屡如此啊！看来又有人在背后妄议你啊，司命。怎么会呢？像我这种好说话的闲散神仙，不会留下什么话柄吧？太子殿下呢？方才还见着他在呢。他惦记某位上神呢，趁着群仙敬酒，又去了趟凡间，这半盏茶的功夫就回来了。芊芊，过来与我书法。你是在唤我？听米谷说你书法书得很不错。今日我得去觐见天君，若是仪容不整就不好了。哦。好了。你从前没事。芊芊，这串珠子你先带着。如今的你跟凡人没什么两样，虽然不至于遭遇到什么危险，但还是以防万一。那我便先回天宫了。对了，昨晚忙着正经事，都忘跟你说。6月初1，你想将远征拦着，再派人将东华帝君推下水去。如此一来，你一是保得元贞，二是不妨碍东华帝君立人生之功，便皆大欢喜了。好。他昨晚做什么正经事了？差点把小九忘了。师傅，为师也刚好想去寻你，随为师来。是。
师傅，你脖子这边是怎么了？看着像是……连这么细小的红痕你都注意到了。曾经有人跟我说，你有走路时连蚂蚁都舍不得踩的善心，看起来还真是不错。你可知道，走路的时候不踩到蚂蚁，不只是需要善心，还需要细心。这善心跟细心本就是一体的。是。既然如此，为师今天便考考你，你的细致程度。师傅，请说。为师知道，你16岁之前一直在道观中生活，16岁之后才进的皇宫，所以为师也不为难你，就问你2个问题，一个是关于道观的，另一个是皇宫。你之前在的那道观中，有一名经常穿白色衣服的道姑，她常用的有一柄拂尘，那拂尘是什么材质的？拂尘？你且先不必答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：你现在所在的皇宫之中有一名女子，额间生有凤尾花胎记。那名女子她居住在何处？是什么职位？闺名叫什么？师傅，元真寡漏，在道观中住着时，却从未见过师傅口中所说的这位白衣道姑。至于这位额间一枚凤尾花胎记的女子，元真倒是知晓，正是住在汉淡院里的陈贵人。至于陈贵人的闺名，徒儿委实不太晓得。小九果然是奔东华来了。你有这般细心，已属难得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学习道法要更加的细致。你今日且先退下吧，好好将你学到的态度去参一参。是。元真小弟，其实你已经够细致了，再细致你就成八公了。这位姑娘，道长有何吩咐？带我去陈贵人的汉淡院。是。请跟我来。道长，这里就是汉淡院了。小九，姑姑来看你了。姑姑，姑姑，姑姑，我求你了，不要把我带走，姑姑，我爱他，姑姑，我不能没有他，我求你了，姑姑，求你了。来生我给你做牛做马，我一定会报答你，求你成全我和他好不好？姑姑，求你了。这疯癫的模样，该不会是他给自己用了青丘禁术养生咒？我求求你了，我给你做牛做马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，求。来人啊！把陈贵人扶进去。是。这小九平白无故用这两声咒做什么？姑姑，求你别带我走，凤九要生生世世和陛下在一起。姑姑，姑姑。不对啊，姑姑怎么会来？如果姑姑知道我用了两声咒，岂不是要把我绑回青丘？那我还怎么报恩啊？
姑姑，不孝女凤九来请罪了。果真是用了2声咒啊！姑姑英明。坐下说吧。既然是来报恩的，为何要在自己身上用2声咒？早些日子，凤九进入帝君的梦境，想要问他这一生有没有什么没有完成的梦想，没有达成的痴心。那石头做的东华帝君说了什么？该不会是不想要什么富贵江山，只愿求得一人心吧？姑姑英明。这一世的东华帝君竟如此俗气。大概是帝君早年间在凡间经历了一些人情冷暖，想要求一个不离不弃的女子吧。于是你便将自己搭了进来。我也不是把自己搭了进去，只是司内星君说帝君遇不到他心爱的女人，但是在6月初1，他会遇到一个他爱慕的女子，但是这个女子爱的却是元贞太子。元贞。所以，我想要捧出一颗真心来。等到帝君遇到他那个心爱的人，我便功成身退。原以为这个方法是极好的，但是我借着陈贵人的身子，见到帝君却连一句情话都说不出口。死灰不是那么容易复燃的，你也无需介怀。所以我只能给自己下2声咒，白日里做出非常爱慕帝君的样子，等到晚上太阳下山，我方可以解脱。这段日子有没有被那帝君占了便宜去？东华帝君他只是去了一趟邯郸院，不过多时就走了。你说说你啊，每天做出一副爱他爱得要死要活的样子，你这是为什么呀？凤九只是觉得，爱一个人是需要有敬业精神的事情，不可以在旁人看的时候做出爱的样子，但是在没人看的时候就做出不爱的样子。罢了，我还是送你走吧，你继续去捧着你那颗真心吧。你在青丘的时候活得如何潇洒肆意？看，为了东华帝君来这种地方喂鱼，你说说。想来这紫竹院是个福地，怎么连您都来了？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，你去东海赴宴的第2日，天君的孙子夜华就到桃林来找我，问我关于你300年前的旧事。啊？我告诉他，你与擎苍恶战了一场之后，睡了很久才醒的。之后他没有问什么便走了。丫头，你跟夜华这桩婚事不会又黄了吧？应该不会吧？那就好。真真很想念你的厨艺，什么时候有空回桃林一趟吧？可是我还在凡间报恩呢。报恩？哦，你身上这2声咒下得不错啊。姑姑，他威胁我。他威胁你，不过是为了让你回去给他和四哥做饭罢了。也是。哎，对了，姑姑，你今日来此是为何啊？为了那元贞。元贞？那元贞乃是太子的堂弟，因为做了一些事情被贬下凡，我在此就不多说了。你方才不是也说了吗？6月初1那天会有个美人落水，元贞会去救那美人，然后美人会爱上他，东华帝君也会爱上这个美人。对啊。所以我要做的事情，就是让元贞从东华帝君那个情节里全身而退。那姑姑，你可想好法子了？想好了。待6月初1美人落水那天，
我会先拦住元贞，然后找个人将东华帝君推下水。帝君自然会去救那女子。待他们2个人看对眼的时候，就没元贞什么事儿了。小九，你可愿意做那个推东华帝君下水的人？我受2生咒的束缚，白日里必须得忘了自己。我不扰乱姑姑的计划已算是万幸了，我怕我做不了。罢了，说的也是。实在没有谁的话，只能我自己动手。真儿，娘好想你。姑姑，跟我来。坐下说吧。少先站着便是。我已找到替元贞渡劫的法子了。少先叩谢姑姑。不必了，坐下吧。替元贞渡劫的法子万事已具备，就差推人这东风了。推人？简单来说，就是6月初1那天，那美人出现的时候，要有一个人将皇帝推下水。好，少先来做。届时你用了隐身术，待那命中注定的美人出现时，轻轻走到皇帝身边，将他推下水即可。但是这样做会遭法力反噬，你去做有些凶险，应该找个壮硕的人去做。既然这事儿必须要做的话，那我便让我家君上来做。也好，反正他是元贞的亲爹。这样缺德的事让他来做，最合适不过。少先这便寻君上来见你。好，动作要快，离凡间6月初1的日子不多了。姑姑放心。如此，便算是做好准备了。上神，7万年前是你收留了我，7万年后，你又要救我的儿子，你可真是我母子的贵人呢。娘娘，祭坛差不多日落之前就可以建好。好，那我就再等几个时辰。什么？白浅让我推东华帝君下水？不错。你答应了？姑姑说，只有这一个办法才能救元贞。为什么？时间太紧迫，我也没有来得及多问。但是姑姑既然这么说了，那肯定只有这一个办法是最周全的。难道是他要借此来报复我们？报复？你有所不知，凡是在凡间用仙术修改运布的，都是要受到惩罚的。白浅他选谁不好，他偏偏来选我，难道不是他想借此来报复我当年悔婚的事吗？君上，你不可如此说我姑姑。这次她肯下凡来帮我，本来就是看在我们主仆的情谊上，不计前嫌。而且她一直是我最敬仰的姑姑，以她的为人，她是绝不会借此对我们做什么的。好，千万别动气，千万别动气。是为夫心胸狭窄了，千万别动气。我这就去凡间。
上神，坐。桑吉还是要为当年的事情道歉。不管怎样，贸然提出悔婚，都是桑吉的错。当年事不必再提，坐吧。不知可否有人跟上神说过，上神很像当年墨渊上神座下的17弟子司音。我和他有过一面之缘，你们……水君此番前来，既然是为了元真的事，就不必说旁的了。咱们说说明日吧。是。坦白说吧，这次你要推下水的那位，是东华帝君。这件事情我本来是让你妻子去做的，但她现在有孕在身，毕竟不好。啊，多谢上神考虑得如此周详。不必客气了，我就起来说说明日你要做的那些事情。好。到了明日那时，你且先去野山。太子殿下还真是放心不下上神呢。毕竟那位是东华帝君。殿下放心，帝君并不是心胸狭隘之人。时辰一到，大鹏就要来了，得赶快将元真叫过来。去，帮我将太子请过来。是。太子殿下，道长有请。师傅。师傅，不知此时要元真来有何要紧之事吗？你来的正好。师傅不知为何，刚刚胸中闪过一道白光，将平日参悟不透的道理全部都参透了。你可想知道为什么？元真当然想知晓。如此便最好。你去太子殿等我，为师随后就到。难道这些歌舞比为师的道法还要重要吗？不，徒儿知错，徒儿马上就回去。快看，那好像是大鹏鸟。这世间竟有这么大的鹏鸟，这大鹏鸟竟如此凶猛，飞得这么快。如此大的鹏鸟，只在经文中出现过。此时现身，会不会有什么征兆？陛下，这分明是祥瑞之兆。福兆？就凭一只鸟，就说是祥瑞之兆？陛下危险！闭嘴！陛下小心！
千算万算，却没有算到东华这事脱生成了一个旱鸭子。如今叫谁去救这美人啊？殿下不可失范。你怎么样？没什么事吧？怎么会有人推我下水呢？或许是你平日太受太子宠幸，招人妒忌，有人趁乱教训你吧。夜华，你这样用法术是有违天规的。只要你安好，我怎么样都无所谓。你这样救了我，那东华和凤九怎么办？回上神，他们都好，这本就是他们应该立的节。再过几个月，小殿下便可以得偿所愿了。如此便好。既然这样，你们快回天宫吧。一个太子久待在凡间也不好。我的事也还没做完，我也先走了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你醒一醒啊！陛下，你醒醒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我求您了！陛下，陛下，我求您了！你醒过来吧，陛下！我没有你活不下去啊，陛下！陛下，是你救的我。先不要说话，御医马上就到了，再坚持一下，再坚持一下。快点，会没事的，陛下，快去救陛下！快点，陛下，陛下！无论如何，此事也算是做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多谢上神出手救了小儿，丧祭他日必会好好回报。回报就不必了。此事完全是因为我与绍兴的主仆情谊，与你毫无干系。若是你来的话，恐怕连狐狸洞都进不去。你走吧。丧祭告辞。日落山头了，这小丫头应该正常了。来，道长可是要用晚膳了？带我去汉淡院。是。太子殿下，师傅，元真有件事情，想同师傅商量商量，师傅可否陪元真去那边站站？师傅，你看一下。师傅，你看，它可爱不可爱啊？锁仙铃。这个是先前的师傅给我的，一直搁着也没什么用处，此番正好给小乖乖使。可惜啊，你手上这位它是有主的，若你要将它私藏了，它主人找起来，恐怕有些麻烦。所以元真才想同师傅商量商量。师傅是个高人，你能否同元真一同讨一讨小乖乖？元真是一介凡人，寿辰十分有限，待元真命归黄土，必然会将小乖乖归还于他的主人的。不要啊，上神，不要啊！嘿，师傅你看，小乖乖听说我要养它，也很振奋呢。既然你喊我一声师傅，我便得帮了你这个忙。好，我去帮你同它的主人讲一讲，让它留下来，应该不是什么难事。真的吗？
师傅，你竟然真的应了元真！元真这不是在发梦吧？你们俩在做什么？今天月黑风高的，你们二位还是快下来吧，免得吓坏了他们。活的神仙，我竟然见到活的神仙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活的神仙。此番两位神仙深夜来访，可是因为我父皇得正昭著，上达了天庭，恐怕要让太子失望了。本君此番来，只是来寻妻的。来寻我的。不过话说起来，为师是该同你道别了。寻妻？姑姑莫要挂心，小仙只是将她的记忆消除了。多亏了姑姑妙手，元真的气运才算是圆满。可是帝君的气运稍有变动，还烦请姑姑能够领一领路。小仙要找到凤九小殿下帮个忙。你请他领路，找到明天早上也找不到凤九，还是揪个土地问问吧。仙君，带我们去邯郸院。是。稍等，我周身的法力被封了，可否请星君施个法术，将我这徒儿送回他的寝宫？啊。芊芊，你对我这堂弟挺不错的。他可是我唯一的徒儿。那他不能再唤我大哥了，他得尊称我一声师弟。你怎么这个时候还占人家便宜啊？就因为他调戏了你的侧妃，你怀恨在心了？你不说我都忘了他为何下凡历劫了。调戏一个不算侧妃的侧妃，便要下凡历劫60年。那么当着本君的面，握着本君妻子的手，又该怎么算？走吧。方才听你说是来寻妻的，怎么一来就急匆匆的去找凤九？司命来补东华帝君的气运，我便顺道来看看你。来看我？今日，殿下将小仙从蟠桃会叫下来，就是为了看看上神是如何让人把帝君推下水的。若是帝君日后知道了，恐怕也要将我踢下来啊！到时候太子殿下定会为你求情的。哦，凤九小殿下与帝君的气运交汇了，这才是小仙来请上神帮忙的原因。可与凤九有何关系？那就请上神与小仙走一趟，自然就明白了。请。太子殿下、上神、星君，这便是邯郸院。小仙就先告退了。去吧。既然方才太子殿下已将上神的封印解了，咱们就隐身进去吧。玉当克制，奉茶。小祖宗，回个神儿。姑姑，白日里又丢人了。还好，你借的是陈贵人的凡身，丢的也不是我们青丘的脸。我不会告诉你爹的。可是，我弄坏了帝君的气运。时也，命也。太子殿下怎么也来了？是不是我爹也知道了？本君和司命星君是看你们出了差错，才匆忙赶来。除了这屋内的人之外，尚无外人知晓。
放心吧。姑姑，怎么办啊？今日帝君昏迷之时，一直拉着我的手，醒来之后一双眼睛望着我，神情的都快掐出水来了。是不是你看错了？也许是他在水里面泡久了，所以能掐出水来。可是他说他还要生我的阶嫔啊。你是他的救命恩人吗？那是应该的。小殿下是说帝君已经对你中了情根？司命，你这写的都是什么破气运啊？那既然帝君已与你种下了情根，那就只能委屈小殿下陪他唱出戏了。什么戏啊？本来呢，这情节是该由那落水的女子来造的，可现如今也只好请小殿下来造了。你不帮我想一想这个脱身之法，你反而现在让我留下来帮他造劫，真是枉费了我们多年的交集。小殿下，是你自己乱了他的气运呐。我不管，反正我是不想再去那个太晨宫了。其实不关小九的事，肯定是因为我动了元贞的气运，才会变成这样的。那既然小殿下已被卷入此事中，帝君的气运若被打开，小殿下也难逃反噬。方才小仙提的法子是唯一的法子，既能让帝君立情劫，也能让小殿下免遭反噬。看来也没有其他办法了。那我要怎么帮他造劫？这简单，你只需先给帝君尝些甜头，将他的一颗真心拿到手，待他日他对你一往情深之时，再将这颗真心拿出来，反复的践踏蹂躏便可。你让我蹂躏他的真心啊？届时小仙会给小殿下拿了一些细本子，上面就是教人如何践踏真心的。姑姑，太子殿下，我这报的都是什么恩啊？奴婢叩见皇上。我先将你这2声咒给解了，你且慢慢报恩吧。陛下，还没睡吗？臣妾睡不着。朕也睡不着，只想来看看你。若你睡了，就站在此处望一望你睡的地方也好。更深露重，陛下快进来吧。皇上还有些事情要处理，明日你先回青丘，过2日我来找你。上神莫介意，此番我们是从蟠桃会溜出来的，还需快快赶回去。小仙告辞。太子殿下，三殿下。方才你和白凤九的对话漏洞百出，你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本君的？既然太子殿下都看出来了，我就直说了。东华帝君此次下凡是为了还白凤九一个情债。情债？白凤九在太晨宫对东华帝君用情至深，可是帝君与白凤九并无缘分，所以帝君此次下凡是为了还给他一个凡间情愿。但是这段缘分，也只是短短凡间一世，并无善果。
所以你这次既圆了浅浅帮元贞的心愿，也成全了东华帝君和白凤九立情结的心愿。哎呀，幸亏是有姑姑这一出啊，要不然我还要再想别的法子，让凡间的帝君喜欢上白凤九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你让臣去查的事情已有结果了。说吧。那些遇袭的仙人，并没有太多共同点，除了他们皆是上仙阶品。上仙阶品。哎，姑姑回来了。米谷，这些时日没有我的差遣，你倒是过得很自在啊。姑姑不是昨日就回来了吗？还办了一桩大事，怎么说的，像是刚刚回来一样啊。我昨日还在凡界，何时回来过？啊，不对啊，姑姑回来了。好像姑姑还嘱咐我在狐狸洞好好待着，哪里都不许去呢。是谁给你下了迷魂术？迷魂术？没有啊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姑姑，大事不好了！你可算回来了。玄女假扮了你的样子，带走了莫言上神的仙体，还把小殿下带走了。扇子，今日怕是要让你再尝尝血气。姑姑，我怎么那么糊涂，让姑姑一个人去？怎么办才好？太子殿下，对，太子殿下。天族上仙屡屡被劫杀，一定是因为那异后生下的那个病儿。什么？这是个阴毒的术法。上古时候，有个叫婕妤的女人，因杀孽太重，接二连三地生下病儿。于是她便想出了一个办法，便是劫杀上仙，再将仙体炼成丹药给病儿服下，病儿便得以康复。竟有如此狠毒的法术！能够操纵这么多傀儡，又有胆子去劫杀上仙的，我想不会是义军离境，而是那个在7万年前就背叛昆仑虚和天族的义后玄女。如果是义后所为，那离境也脱不了干系。我这就去禀告夫君。三叔，且慢，这是两族的大事，不能只凭我一个人的推测就断定，还是带我亲自去大紫明宫问个清楚。好，那就等蟠桃会结束，你我一道去。7万年前戒备森严的宫门，今日竟无人把守。玄女，你可是要请君入瓮？君上，青丘迷谷求见。将他带过来。是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帮帮我家姑姑，他单枪匹马的杀到大紫明宫去了。你说什么？那以后劫走了莫言上神的仙体和小天孙，我家姑姑急红了眼睛，就杀了过去。太子殿下，这树精是什么身份？竟也敢闯入蟠桃宴会，真是不成体统。你看，太子殿下为了那个女人，连天族规矩都不顾了。
你日后若是真的入了洗梧宫，可不能如此。是。浅浅，7万年别来无恙啊！我听君上说司音是个狐族女子，我便料到是你。在昆仑虚初见司音时，我便很惊诧，这世间除了我以外，居然有人比我更像浅浅。你说你像我？你可是忘了自己本来的样子吗？刚好十里桃林的折颜上神近来闲得很，不如请他来帮你想想。不管怎么说，今日本宫便把你的命给取了，便没有人能同本宫一样了。昨日，本宫得了墨渊的仙体和你的儿子。本宫便知道你要来找本宫，本宫就一直在这等着你。墨渊的仙体被你养得很不错，本宫很开心。本宫的儿子会得到墨渊上神的元气，看在你这份功劳上，本宫会让他们给你个痛快的死法。那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他竟然眼睛不好，怕光我，真是天助我也！满身的伤痕，真叫人心疼。此番却叫哪个来救你？事到如今，我就告诉你，当初也是靠着你这张脸，君上才上了我的榻。就算变作这张脸，又有何稀罕？你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。我爱君上数万年，他却对你念念不忘。今日我便将你的命取了，日后
世上便只有我有这番容颜，君上自然会生生世世都守着我。告诉你，玄女，我这个上神就算是闭上眼睛，也能将你身边这堆废物杀个干净。将他的命给我取了。姐姐，你若能早来半个时辰，我也不会被伤成这样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告诉我，是谁将你伤成这样？伤我的人已经都被我杀了，眼下只剩这个女人。你是要自己来，还是我帮你？她羞辱我师尊，伤我亲人，让我亲手了结她。阿英，君上，君上，我是玄女。你为何与阿英如此？一模一样，对吗？君上，现在我们只要杀了白浅那个贱人，这世上就只有臣妾有这番容颜了。你若喜欢，便日日看着我，臣妾也会一直守着你的。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就是那个女人掳走了我师父，还有你儿子。也是你的儿子。儿子，君上，我们的儿子马上就能好起来了，真的。你看，你看那墨渊，我们把他炼成仙丹。君上，你之前嫉妒墨渊对吧？你以后就无需再这样了。我们的儿子马上就能拥有墨渊的元气了。你给我住嘴！难道我说错了吗？当年不把那玉魂给白浅，不就是因为你嫉妒墨渊吗？君上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他就是当年那个司阴神君。玄女，我且告诉你，我师父的仙体无上尊贵，受了我7万年心头血，怕是你们的儿子承受不起。心头血？你是说？李靖，你们的往事姑且先不提。本君倒想问你，今日这笔账该怎么算？是要私了，还是公了？公了又怎样？私了又怎样？私了，便是将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义后，剥皮抽筋，以泄本君心头之愤。公了，天族的将士们已经许多年没有打仗，正好闲得发慌。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，看看这么多年来，到底是哪一边兵练得比较好。君上，你真的要严惩我吗？不会吧，君上，难道你忘了我为你做了多少事吗？啊，要是没有我，你登得上这义军的宝座吗？他不敢出兵的，他不敢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不敢出兵的，你没有这个权利。你不过是天族太子，为了一个女人出兵，天族不会答应的。
我不单单只是为了一个女人出兵。墨渊上神是天族的尊神，白浅上神是天族未来的帝后，而阿离，则是为了要继承本君的位子。此番3个人，都在你大紫明宫受此奇耻大辱。你说，天族的众将士们能咽得下这口气吗？ 玄女此前就有一些疯癫，要不然也不会铸下如此大错。君上，还望太子殿下能够网开一面。芊芊，你说我们要网开一面吗？天族太子。 亏你对白浅这个贱人如此好，你还不知道吗？他跟他师父……芊芊还说你那张脸跟他长得很像，本君倒是看不出有哪里像。 皮相这东西呢，当初我既给了你，便不会太在意。如今我看你带着这张脸，我真的不太顺心了。你要干什么？啊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本来就长这个样子，你休想夺走我的美貌。你就算找了哲言来，我也不怕你。 找哲言做什么？我之前不过同你玩笑罢了。你真以为这四海八荒，只有哲言会这易容焕颜的法术？老身不才，过去7万年里无所事事，顺便精通了这门法术。你若真的要剥皮抽筋，也不该带着这张脸去剥皮抽筋。 你干什么？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看看你自己这张脸吧。我早跟你说过，哲言的术法用来做坏事，会遭到反噬的。 芊芊，还撑得住吗？撑不住便睡会儿。李青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 我不是想这样的，我不是想这样的。我不要看到这张脸，我不要。君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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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相信白浅那个贱人的话，他是用妖术，他是用妖术才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。君上，君上，白浅那个贱人从小就跟我不和。 你不要相信他，你不要相信他。你我已经做了7万年的夫妻，本君却从未真正了解过你。7万年，7万年，君上，
你不能如此待我，不能。如今你得罪了整个天族和青丘，你让本君怎么帮你？难道你要我为你一个人，与整个天族和青丘为敌，让异族尸横遍野吗？君上，白浅恨我，都是因为当初我去昆仑虚偷了阵法图，害死了他的师父，所以他才记恨我7万年。逮到这个机会，一定要将我置于死地。可是君上，我当时都是因为你才去偷阵法图，因为你的父君要杀你，是我保的你的性命啊，君上。我为你背叛了天族，背叛了青丘，现在你不能如此对我。我就算再荒废政务，我也是异族的君王。我唯一要守护的，就是我的子民。来人，将异后关入极寒之狱，择日用刑。是。不要！不要！君上！君上！本宫是异后，你们竟敢把我关在此处！本宫让你们死，让你们全都死！君上，你不能如此对我。玄女为你做了那么多事，如果没有玄女，你不可能坐上今天的位子。7万年，我们做了7万年的夫妻，你居然为了白浅那个贱人，要抽我的筋，扒我的皮。谁？是君上吗？君上，是你吗？你不是君上，你是谁？玄女。离月，你是离月？不可能！300年前你在北荒叛乱，不是被君上杀了吗？是离经这么跟你说的吗？我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被困了300年。原来在异界，离月已经死了。你生与死与本宫何干？他关你，尚能留你一条性命。可是他竟然为了白浅那个贱人，要抽我的筋，扒我的皮。他要抽你筋，扒你皮，为什么没用捆仙锁锁住你？
舍不得。我与他终究做了7万年的夫妻，我还与他有了孩子。他今日还为我挡了白浅的昆仑山。可夫妻又如何？他若真念夫妻情谊，就应该为我与天族斗一斗，而不是杀了我，给天族交代。他堂堂一王，居然因为天族太子的一句话，而保不住自己的以后。他不想保你，难道你就不能自己保自己？我可以帮你。你若真有办法，就不会困在这里300年了。我被离境封在这里，封住了我周身的法力，又把我绑在这里。我当然逃不走了，但是你却可以。难道你就不想活着离开这里？想，我不甘心就这么死。如果死，我也要白浅那个贱人先死。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不是女人？天族太子，亏得你对白浅这个贱人如此好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他跟他师父。玄女，我且告诉你，我师父的仙体无上尊贵，受了我7万年心头血，怕是你们的儿子承受不起。我听天书说你急匆匆去了异界救你的心上人，我想怎么也得大战个300回合，怎么毫发无伤的就回来了？只要和白浅有关，你不每次都得遍体鳞伤，不死不休吗？当年，三叔可与墨渊上神熟悉，还有那位司音上仙，可真如天界传闻，是墨渊上神最宠爱的徒弟。怎么好端端的问起他们呀？当年我确实见过这2位。墨渊上神对他的这位小徒弟很特别。就连去你师兄灵宝天尊的法会，也只会带上他。我甚至还听过一个传闻。什么？传闻当初瑶光上神因为爱慕墨渊上神，强行将自己的仙居搬到了昆仑虚。后来因为吃醋，抓走了司音。后来墨渊震怒，深夜提着轩辕剑闯入瑶光的水牢，救走了司音。后来呢？再后来，墨渊上神因为这件事跟瑶光上神大战一场，将瑶光上神赶出了昆仑虚。如果这件事是真的，那墨渊上神还真是打从心里就疼爱他这个关门弟子。芊芊，难道你忘了我？不是因为你愿我拿走了你的眼睛，而是为了忘掉你和我的那段情。你这7万年等的人，始终都是墨渊上神吗？哎，
三叔说错什么了吗？这个时辰渐渐该醒了，我去请求给他解药。我们天族的太子这辈子是跳不出白浅的手心了。君上呢？刚刚还吩咐我准备一壶新茶招待三殿下，怎么就不见了呢？去青丘了呗。又去青丘了。妙清公主，我倒是要劝你一句，你的这颗心真的是放错了地方，倒不如早早回家，让你长兄给你寻门好亲事嫁了。你就算在这里做奴婢10万年，夜华也不会多看你一眼的。妙清先退下了。碧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好些了吗？睡了一觉，也好了10之7、8了。你不是去西面了吗？四哥没去找你啊？口渴了吗？可要喝水？好啊。多谢四哥。你是四哥吧？只因我刚打完架，法力虚弱，识不得你这变化之术，你便换作碧芳的样子来戏弄我。好了，样子虽变得一般无二，但性子也太不像了。你可没看那碧芳平时对我不冷不热，一副不放在眼里的样子。我没做什么变化，实实在在就是碧芳。真因上神同殿下前去西海办事了，我在桃林守得无趣，便回来瞧一瞧呢。你是碧芳啊？对，你们飞禽类一向性子冷，不像我们走兽类。我就随便一说，你无需挂在心上。若那时我在你身边，就算拼了满身修为，也不会让他们伤你1分1毫的。那是自然的，毕竟我们是一个狐狸洞里出来的嘛。他日若是你约了别人打架，我也会为你助威的。芊芊，你装傻还装到几时？你明知我自从来了青丘就思慕于你，你却要说这些话来气我。你说什么？因为你同那天族太子早有婚约，我才免不得已藏了颗真心。可此番你遭此大难，那夜华却丝毫不能保你周全。我出去这些天打听得很清楚了，听说他在天宫还处了位侧妃。哼，像他这样风流，也不知能不能全心对你好。我怎能放心将你交于他？芊芊。碧芳也是一根筋，明知道姑姑与天族定下婚约，还不肯罢休。都说这羽禽类很专一啊，认定一个便生生世世都是那一个。碧芳，你可怎么办啊？我也是奇怪了，太子殿下带回墨渊上神，也没多说什么呀。他不
会一早就知道司音就是姑姑吧？把药喝了。你看啊，毕竟是我与天族订婚在前，你说你思慕我，我很欢喜。但是毕竟我们是有缘无分嘛，凡事要讲个先来后到，对不对？若你能同意跟我在一起，我愿将天族得罪个干净。不如你先出去。你只说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？我是个重礼数的人，我既已被天族定下来了，断然不会做一些事情，让青丘与九重天都难堪，对不对？你说你很思慕我，我很感激，但是你我终归是有缘无分，其他的我便不多说了。若你对我的思念还是泯不了，你便继续把它藏起来。我已经知道你的这份真心了，长长久久也不敢忘记。来，喝药。我自己来。好了，你去忙你的吧，我困了，我困了。芊芊，你可知每每你不愿我在你跟前时，找的理由都是犯困吗？有吗？我不是第一次这样说吗？芊芊，方才你说的都是真心的。这可如何是好？走了一个又来一个。你现在让我这么接近你，我来请求你为我做的一切，都只是因为你和我有婚约吗？若与你有婚约的是另外一个人，你是不是也这样？他这话问得十分奇怪，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？若不是他与我早有婚约，他能在我这里一次又一次的开到油水，肯定是刚到青丘住着时就被迷谷打出去了，哪还进得了狐狸洞？分得一间上好的厢房。我对你好，当然不只是我们之间有婚约。你看，你在狐狸洞这段时间，每天还要批公文，那么辛苦，还要帮我们烧饭做菜。你对我们做的这些，我很感激你，也都记得。俗话说得好，有来才有往嘛。你既送给我一个桃子，我当然要还给你一个李子。就算没有李子，我也要先拿琵琶先替着嘛。虽然我们有一纸婚约，但若换做其他人，也不会做得像你对我这样好。我从未给其他人做过饭菜，我只给你做过。你的厨艺很好的，你也应该找机会给你的爹娘还有爷爷做做饭，正体现一个孝字。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婚约。我来青丘住，也并不是因为阿离想你。原来厨艺是你的兴趣啊，这是一个好兴趣，很实用的。芊芊，我爱你。今日这是怎么了？
我这万年不开花的铁树一开就是同日2朵，这一前一后都来说私慕我，这究竟是怎么了？这种事开不得玩笑。我从未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认真了。没有情谊，自然也能做长久夫妻。但我却盼望着能跟你有绵长的情谊。阿爹阿娘说了，夫妻之间相处久了，那些风花雪月的情谊就淡了。慢慢的就相处成亲人了。你看，像我们现在这样，也很像亲人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，我们大可以跳过中间那一段，你觉得呢？我也知道啊，像你这个年纪呢，是该爱几场恨几场。所以，趁你对我的孽根种得还不深，还是趁早将它拔了吧。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，你就知道了，很多东西都看淡了，对这种爱情委实提不起兴趣来。这也是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境界呀。我一直觉得，天君一纸婚书将你我凑成一对，真的是委屈了你。你还这么年轻。不过你也不用太伤心，万一我们真的成亲了，我会安排好，帮你娶几房年轻貌美的侧妃。你说的都是真心话。比真金还要真。所以你特意说这些话，让我难受吗？他如今爱我爱的，仿佛正是兴头上。我怎么办呢？要从长计议才好。我只爱你一个人，再不会爱上其他人。阿离已经回天宫了，没什么大碍，休养几日便好。我本想也带你一起回去的。灵宝天尊的上清境有一谋天权，很适合你养生。不过那只坐骑死命拦着我，你自己决定吧。都依你吧。快睡吧。